我们之前也是常常为了儿子的状况而觉得非常的苦恼，因为儿子从身心有状况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哈。那我记得有一次在跟儿子在谈话的时候，那儿子就提到，他说其实这十几年来的这些精神的一个症状都是源自于他自己内心的一个反弹。因为可能小时候对父母的管教方式对父母的这种要求跟期待或是这个爸爸妈妈都是非常的严格。那可能这个孩子没有办法了解父母亲背后的用意于是他可能一直累积或是一直痛苦，或是一直挫折。那后来可能他是用他的这个疾病的部分来作为一个反抗或反弹的一种抗议的一种手法好，那这让我想到最近有一个这两天好像有个大新闻，对不对？在屏东，好像有一个儿子把妈妈杀死了，把爸爸杀成重伤，把哥哥杀死了，而且后来警方逮捕他的时候，他竟然说他在等这一天等好久了。好像后来听说国中的时候就开始计划，而且开始压抑了，开始累积。所以其实要让大家看到，因为爸爸妈妈会对孩子这样的一个严格，他一定是背后有一份爱，有一份要求跟期望。好，可是各位，你们常常看到很多没有解开的误会有多可怕。那个孩子竟然他说从国中就已经埋下了想把全家人都杀死的那个念头。那不瞒各位，其实我门诊也曾经遇到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孩子。那个哥哥就是跟妹妹有过几次的冲突，因为妹妹的个性是很大辣辣的，那功课又很好，那好死不死又考上北一女，然后这个有几次这个妹妹要出门就穿到哥哥的袜子，然后哥哥就跟他讲过一两次，他就不听。那后来有一次又爆发冲突，可是对父母亲的角度来讲你就妹妹穿个你的袜子，你那边大小声就要动手动脚的干嘛？好，然后父母亲就会觉得这个老大怎么这么小气，或是干嘛？然后哥哥更不高兴。后来妈妈发现家里的刀子不见了，原来这个哥哥把它藏在客厅的沙发下面，因为他在等下一次如果跟妹妹起冲突，爸爸又出来制止的时候，他打算把刀子拿出来用。可是各位，这个孩子其实很乖的孩子不多话。很多这一类的孩子都是很乖不多话，因为他内心一直在酿酒，一直在酝酿，一直在酝酿。他其实不理解父母亲，也没有说清楚。因为有时候父母亲骂完孩子，打完孩子，或是冲突结束，你们以为没事，各位是吗？不是，孩子累积在心，他不明白。那后来在门诊的时候，那我刚开始我就觉得，事情会有这么严重吗？会不会就是小孩子要吓唬一下妹妹，还是怎么样？后来在门诊的时候，其实我有问到我就问说，你是想要把爸爸下次再指责你，在劝架的时候想伤害爸爸吗？他说不是。那我说，那你是如果爸爸在维护妹妹，或是在跟妹妹在吵架的时候，你有可能伤害妹妹吗？然后他就不说话了。那其实就表示有那个可能。好，后来我就跟家属建议，暂时就是两个兄妹先分开住，好，先让某一个，比如说住到哪里去，好，然后先不要住一起，因为这时候其实如果再发生冲突，真的可能是会有状况出来的。好，然后再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逐一的化解。好，所以像屏东那个案例，各位，其实我们常常讲，任何的群体事件都不是单一事件。比如说台湾发生一个社会新闻，可能有1000个地方有可能发生。你们知道我这个比喻吗？好，台湾如果发生一件新闻，比如说之前的八德国中的霸凌事件，它只是所有台湾被霸凌的例子里面，在那个地方最严重，然后被爆发出来。所以每一个新闻，其实它的背后你们要去看，它背后可能有1000件、10000件的事情正在发生，而有那个地方爆发出来。那我知道屏东的那个案例，好像是他从小就觉得爸爸妈妈偏心哥哥，
对不对？是啊，如果我们家是这样子的话，我不知道被我兄弟姐妹杀死过。有啊，我儿子也有这种心态啊。是啊，真的，我看到哥哥回来就闪。是啊，可是因为我相信儿子很善良，也许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可是他宁愿让自己生病，他也不愿意变成把全家人杀死。各位，你们懂我意思吗？一甘管累积痛苦，让自己发病，他也不愿意真的，因为如果你真的去发泄出来了，你真的去干嘛，其实反而是没事的，反而是没事。我说没事是自己没事了，别人当然是有事了。各位，反而是没事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看这个儿子的时候，我们当然觉得这个儿子也许他过去很糟糕，也许曾经有过暴力行为，也许曾经，可是如果你从他的内心去看，我会这样说，比如说假设这是儿子，我说你真是太了不起了。从你的内心，在你的主观状态当中，你眼睛看出去的，你永远觉得哥哥比你优秀。那因为哥哥的表现符合父母亲的标准，所以哥哥一路以来得到的都是称赞。那你在你的内心，你从小多么希望得到被肯定，多么希望得到被赞美，你多么希望父母在说哥哥的好的时候是在说你，可是永远你看到称赞就是跑到哥哥那边，永远对你就是责备，就是要求，甚至就是打骂。所以你内心不知道累积了多少次，也许你想去死，内心不知道累积多少次，你想把哥哥杀掉，顺便把那个不公不义的父母杀掉。可是你都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你心中还是有那份爱。各位，这个东西如果你去破解他的内心，他是内心多大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压抑跟心酸。因为这个部分从来没有被看到过，因为你不知道他从来就是压抑的这么深，无法被表达，以至于自己可能精神都出问题了，可是他还是不愿意去变成一个杀人的凶手。好像屏东的那个弟弟有没有？他可能就是到后来他压抑的，从国中开始他就很早就想做这件事了。是啊，各位，像我常讲，很多家庭都有这个情况，可是因为我们有那一份爱也好，那我刚刚讲，如果我们家是这样，我不知道被我兄弟姐妹杀死过多少次了。好，所以那个弟弟后来他选择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再也积压不住了。可是各位，如果你真的学过赛斯身心灵，你会不会觉得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误会？因为他从国中开始累积，你不讲，谁知道你累积了那么深的愤怒跟怨恨？谁知道你那么深的愤怒跟怨恨，其背后全部都是为了得到爱而已，有没有？你看那一份希望得到爱的渴望有多深，于是他扭转的那一份恨有多强。好，所以其实对儿子来讲也是一样。我甚至在猜，搞不好你的儿子不知道多少次，也许是对你们的愤怒，对哥哥的愤怒，可是他把他压住了。好，那刚刚讲到昨天前天这个新闻，好，你真的觉得不可思议，住在家里住了一辈子10-20年、20-30年的一家人，怎么会到这种地步，拿起刀子就把妈妈刺死，把哥哥刺死，把爸爸刺成重伤？好，能不能活还不知道。可是各位，如果你真的了解到赛斯心法，你就知道那个孩子他自己内在也完全都扭曲了。那之前也是另外一个精神疾患的个案那个儿子是住在这个慢性医院里面，在台中。那现在的状况都很好，通通吃药克制住。可是有一次我就跟那个他讲说，你现在表现出来的自己都是经过强烈的压抑过的。后来妈妈才跟我讲，他之前几次那个发病的时候，他就打他妈妈，而且都攻击心脏跟肾脏。各位，可是你以为是精神疾病的发作，对不对？不对，是他也是从小到大，因为他也是长子，因为父母亲的婚姻，妈妈对他非常的严格，对他的期望，在当年对他的那个要求跟约束，有没有？可是各位，孩子当年他怎么懂？好，当他的表现，他觉得永远达不到父母亲的
那个期望的时候，他真的崩溃了。所以他内心很复杂，很矛盾，他又很爱这个妈妈，他又知道现在全世界最照顾他的是妈妈，可是他这辈子最爱的妈妈也是他最恨的妈妈。为什么？因为他在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觉得我再怎么表现，我也得不到你的肯定，我再怎么努力，我都没有办法达到你的要求。所以他里面真的就是有一个这么强烈的剧烈冲突的那个自己，但是这个自己必须要被看见，必须要被处理。好，可是因为我讲过，他们已经压抑到潜意识的底层了，所以他是没有办法跟你表达的。那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好像精神疾病的发病，可是其实不是，每一个内在的压抑都有它的原因，都有它的原因。那后来所有他的精神疾病，其中有一部分也是他就是在报复妈妈，他就是在反弹，他就是在反抗。可是他用他的一辈子的心理的健康赔进去了，赔进去了。好，常常是这样的案例当中，好，它是一个很深的，必须要被化解掉的一个所谓的我们讲业障好了，所谓的因缘的一种纠葛，因为这种纠葛它会持续不断的延伸下去。好，如果我说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大误会，多深的爱，多深的恨，都是从爱来的，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没有化解开的一个内心的压抑。想想它里面已经满出来了，各位你知道意思吗？它里面的压抑跟不满都已经满出来了。好，他已经在他的状态，你们以为没事，可是你们没有进到他的主观世界。好，如果你进到他的主观世界，你真的会发现我刚才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他内心真正的世界跟真正感受的写照。因为我们平常我们喜欢假装的很好，假装都没事，其实真的是有很深很深的一些压抑。